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曙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杨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这可是曙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认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继续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晋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护住你的曙红丝。阿爷，莹莹不怕，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曙红丝的颜色呀！啊，拿着。阿爷，我不怕。阿爷，你不怕。怕出命运最深漩涡，生活无尽封锁。分手。
我一定会染出曙红丝。你不是在家染丝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缺一位染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和几位酒肉朋友，我们几个在这儿。你们认识？认识啊。这不用说了，让我来猜猜。这位可是三道堰的季娘子？真是三道堰的季娘子。 那就对了，原来是季娘子。季娘子，久仰。季娘子在某人的信中，那可是文君酿2坛，2坛可不够喝。季娘子，你可有所不知，我们认识这么些年，从未见她3坛。3坛。季娘子，既然你是杨警官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义不容辞。 啊，多谢。这句话还像句人话，不过不用了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！哎！杨警官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解释吗？师长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哼！季娘子，哎呦，你是鬼啊！你一大清早的跑来我，大早上闹什么鬼啊？你受伤了？我去叫诸葛来接你啊！哎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你的伤口需要赶快处理，我见不得血。你怕我连累你？叨扰了。等一下。 最好你惹的不是什么大麻烦，不然我把你丢到江里喂鱼。等着。
这是李白。你让我说那些蜀地人名时，便想到用来做这个了。多谢杨警官赐教，我准备联合警户做一场锦衣售卖。你要入锦业了？金娘子果然志存高远啊！我们家以前本来就是织锦的。你来这边坐。金娘子这是准备给我割连医治啊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你要救命也不会找我。那，擦擦伤口。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，可是因为打输了。我看着像输不起的人吗？那得看输的是什么。金娘子认为什么不能输？对我来说，是家人和信念。还记得初入江湖的时候，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。谁若敢在我面前伤天害理，便要先问过我的剑。可如今做了官，却都不一样了，似乎没有了黑白，也没有了善恶。你若想把恶鬼从地狱里面揪出来，就得自己先到地狱里去滚一遭。我都这样厌恶了，我师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老头，又是怎么忍下来的？金娘子似乎不愿意跟我聊天。杨警官说话向来草蛇灰线，步步为营，我听不懂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聊。你想知道？可你若知道了，就下不了这条船了。我得先知道答案，再考虑要不要上杨警官这条船。那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知道。上任警官沈如风是我师父，我不相信他是病死的。我这次回益州，便是为了来查他的命案。这厮，就是我在查此事的时候得来的。这丝用的是我阿耶蜀红丝的配方，但染丝与织锦不同，天气、温度、湿度的不同，都会导致丝线颜色瞬息万变。染丝的人必须站在染缸边随机应变，所以即便有了秘方，也未必能染出真正的蜀红丝。你说这丝是假的？为了增亮固色，用硫磺熏制过，与真正的蜀红丝谬以千里。我阿爷去世后，市面上偶尔也出现过仿制的蜀红丝，我见过几次，这次这个算是最接近真品的了。杨警官，上次你说宫中急需蜀红丝为皇后补衣，你不会病急乱投医，把这丝当作蜀红丝交往长安去了吧？你可还记得你阿耶因何获罪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师父临死前
就是在调查蜀红司，还有你阿爷的案子。金娘子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想要的很有可能会是同一个真相？原来这才是杨警官今日来找我的目的。来之前没想说的，可不知道怎么了，聊着聊着就都告诉你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来日方长，我会让你相信我的。不过现下还劳烦季娘子伸出援手，帮我记一下这个布条。热水免费，伤药5钱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，哎，你记得轻一点啊。季娘子这手劲够大的。郎君，这定是有奸人，见您缔结良缘，心生妒忌，您不必在意，小人这就拿去扔了。不必了。薄情寡性，估计日后全益州的人都会这么看我。我不在乎。祖父有权，他可以让全府上下都按照他的规矩活着。牛五娘有权，她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。杨三郎也有权，他可以肆意的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。待我有了权，我定会全力守护好我想要守护的人。那厮不能往宫里献。现如今你把这假的都送到了长安，就必须得承认它是真的。牛五娘就是想用这贾水红，将你捆成一根绳上的蚂蚱呀！不送，他怎么会放过我们？青城山腹地有一处名叫三潭的地方，你可听过？听说过。找人去那附近找找，尤其是在路过有蓝色野花的地方。你之前去过哪里？青城山。这就对了。你看，这种蓝色都在矿物染料中提取，很少在草本中出现。我所见过的只有一种野花有这种颜色。它长在三潭边。好，去吧。长安那边，杨三郎，你这是在赌命啊！你怕我死啊？那到时候让人给你换一个既听话又稳妥的同盟，那岂不是更好啊？牛瑾不是回城，他怕是比牛五娘更不好对付。
牛将军会上。张刺史客气了。牛将军忽悠剑南道百姓，劳苦功高，辛苦辛苦。1年不见，牛将军还是威风依旧啊！牛将军一路舟车劳顿，下官为您备了接风宴，不知可否赏光啊？你是新任警官？下官杨俊兰，见过牛将军。杨家大郎几届锦王盛名在外，不成想三郎也这样一鸣惊人啊！竟然做了益州城的警官。牛将军妙赞了，我呢也是第1次为官，还请将军多多提点。牛副都督此人虽非善类，但到底这益州城是节度使的益州城。张刺史是节帅在益州城的一双眼睛，有张刺史在，他牛副都督怎么着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。满城相迎，他连马都没下。刘瑾手握兵权，战功累累，是节帅手下第1员猛将，他自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他只是个副都督，就算他再狂妄，终归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人家都说于掌柜不通人情，我看并非如此。人情是要给有人性的人做，没有人性，哼，我理他做什么？多谢于掌柜夸赞。您今日约我在此，可是那些衣服做好了？啊，那衣服就在对门的铺子里。晚些时候，请季娘子衣冠。季娘子这些好主意，跟谁合作，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的。为何找我于家呢？飞花会刚刚成立，有名气而无底蕴，和大景户同盟自然是最好的。于掌柜为人正直，人心宽厚，自是殷殷首选。季娘子若是一位男子，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千秋万载，城市的女子亦不少。有八卿，有卓文君，还有武皇，哦，还有女娲。人是女娲造的，说明本就是女子造了这世间。阿翁言浅了。阿爷，请用茶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自决定自己的婚事！这没你的事儿，还不下去？是。阿爷，女儿并非钟情于赵秀元，而是为了您考虑。您志在锦业，与其让我嫁给一个远妻，不如将我许配给一个未来的锦王。未来的锦王，他赵家不过是个商户，怎么跟节度使的远亲相比？阿爷是节度使的亲信，受命驻军在益州城外，再攀远妻，与我们并无异。益州籍这5年都是杨家夺的锦王，我们只能在山中造节。若女儿嫁给赵家，让赵家代替杨家，成为新的锦王，接手宫中订单，岂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偷天换日？这话你同赵家讲了？
待女儿嫁入赵家，成为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个道理，我想他们会明白。哼，这个道理，恐怕连你自己也没想明白吧？女儿并非只顾念自己的亲事，我已握住杨金兰的把柄，要杀要查要留，皆由阿爷做主。我听说杨静兰查到锦房了，调杨金兰上钩的地方是假的，我们真正的锦房还在原来那处，戒备森严，还请阿爷放心。一连死了3个警官，朝廷之前不查，是因为自顾不暇。如今太子缓和了2派之争，朝廷断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蜀锦价值连城，朝廷绝不会放任。等这批织造完成之后，立刻把那锦房处理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至于那个警官，暂且先不要动他。女儿明白。小婿，拜见丈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五娘遣人告知将军回来了，让我前来拜见。他要不说，你就不来了是吗？小婿身份低微，怕独自前来会冒犯了丈人。你叫他来做什么？有一重物，我想请您一观。再召2郎君来，也是让他看看我的嫁妆。蜀红丝。方才郎君在我阿耶面前，不卑不亢，进退得宜。看来郎君是想通了。我只是尽一个丈夫和女婿应有的礼数罢了。郎君适应得这样快，倒是令我有一丝后怕。既然成婚已是事实，即便我心中不悦，我也会以一个丈夫的责任待你。至于你，我不奢望你能孝敬公婆、和睦妯娌，但希望你能略懂一个儿媳起码的礼节。街坊乡亲们，少林爷老曾言：“小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，道出了我们蜀锦的风流灿烂。前不久，我们飞花会借青莲居士、女教书等名士才女的诗词，挥发灵感，与余家锦合作，做成10种华服。今日与大家共赏。蜀红，蜀红不是早就没了吗？没有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季家以蜀红丝闻名，家父去世后，蜀红丝也随之绝迹。但蜀红一词，它的原意是指蜀地染出的红色。小女不才，不能重现我阿耶的蜀红丝，但是我能为大家现看更多的蜀红。此衣名唤山花蔓，
是用朱颜驼、绯色、水红三色混合而织就。这以青莲居士诗歌自成一段风流。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自玉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此衣名唤九霞，留银红做主色，丁香和橘红为配色，乃是取自女教书的诗词。酒席分为九色霞，武陵仙玉五云车。春风应过东君社，偷样人间染百花。诸位，接下来为大家奉上《虞美人》。好俊俏的小郎君，这身衣服倒是蛮好看的，只是那头上的花和脸上的胭脂，老天爷！这是赵家的迎亲队，莫要挡道，速速让开！哎呦，你们赵家真了不起！这么说，整条街道都是你们家开的喽？就是，先来后到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你们不懂，3岁的小孩都懂。就是。你们要是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哟，千万别客气！来，怎么不客气啊？你想怎么不客气啊？不客气，个来呀！来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你告诉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快点啊！不让开！说了我们不让，咱们谁不行？好，让。今日是赵二郎君的大婚之日，我们让一让，又有何妨？让路可以，但是这份热闹不能让。哎，我给你们舞一段。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房，就允我向季家提亲。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。你朝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扶摇直上九安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知我者，赵二郎君是也。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不要吧。也许我们的情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，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
承袭接代，代代相传。打土豆第3煞，一打荣华富贵，二打金玉满堂，三打官员齐礼，四打龙凤呈祥，五打五子拜相，张四是六打六合同春，七打人怎么来了？夫妻偕老。刘将军在此，谁敢不来啊？八马回家。你看看，这半个益州城的权贵不都到了吗？ 十打十全大吉，心腹马鞍平秤过，称心如意，世代平安。望庆斩拜，夫妇一体，携岁永离。 数代结宁庄，牵绳入洞房。好了，这里不用你了，下去吧。贤婿留一下。给刘将军报喜。诸位，今日除了小女大婚之喜外，还有一桩喜事要与诸位分享。来，诸位坐吧。贤婿，趁着今日大家都在，把你的心血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是。简直不可思议！这是如此神秘，我没看过。 蜀红一出，千红枯。六宫粉黛无颜色，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吾孙赵修元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。 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季迎宾他们俩都……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。 是不是真正的蜀红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不是。传气士兄妹速来赏赐！哎，赶紧！把今天赚的钱数数，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，赵修元染出了蜀红丝。
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尤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，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重现蜀红丝。尤将军，赵二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鸳鸯，你有件事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撼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退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田旭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中质疑你，你不说句话，众所周知，蜀红丝是季伯父所独创，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景有风姿，人亦当有风骨。
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英英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警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均在诸位一身，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记忆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杨家二郎，你这手感同季娘子那眼力一样，俱属一家之言。想清楚再回答。哎，季娘子。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所以也看不出这丝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丝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丝。大家觉得呢？确实是蜀红丝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季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刘将军，勘验无误，这确实是蜀红丝。哦，那警官府门口那块蜀红牌呢？自该换成赵二郎君的名字。很好。
英英。 贾曙红，真是你染出来的？现在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却亲手毁了它。赵修远，但愿我从未认识过你。英英。 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大婚之日，这些话还是留给你的心腹吧。我又何尝不知，贾曙红是刺向你的一把刀。 可是这把刀，我不拿，也会有别人来拿。英英。 先别看了，赶紧把面吃了，其他的事明日再说啊。阿娘，那是蜀红寺，那是阿耶的蜀红寺，那可是牛副都督，是一个州府的副都督。副都督就可以颠倒黑白，一手遮天吗？季英英。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不许再提蜀红寺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把面吃了，早点休息。婷儿。 把他看好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出事。知道了。夫君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我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就好。
阿爷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护住你的蜀红丝。莹莹，别怕，莹莹。不要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爷，对不起。阿爷，对不起。你阿爷的事，什么时候想查了？随时来找我。阿兄，帮我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会咬死老虎的。来日好友，来日好友。谁扔我？郎君救命！这人是药口。哎，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。他身上的衣服是寒光锦，寸锦寸金。你既说是我阿耶，那就快给人赔钱吧。赔吧。是总庄，我先替他向小郎君赔罪。您这衣裳我们实在是赔不起，家里为了给他阿娘看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请小郎君您大人大量，就宽宥我们了。这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你把他赔给我吧。哎，快跟阿姨回家。你的女儿，你知道她多大？身上哪里受过伤？喜欢什么吃不得什么？要不要咱们去衙门一一对质啊？哎，小郎君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范郎君，
家主只是一时气急，下手重了些，罚得狠了些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既是来日好友，便再送你一程。阿爷，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家属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撼树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撼树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要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你知道我会来，你在等我？也不完全是。你到底在山上发现了什么？有人往山里运丝。你说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日我让你看的碎布料，便是从那些人身上割下来的。我已经让人根据你的指点，去山里找位置了。一旦发现，如何？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梁金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？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曙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梁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
诸位，仔细辨别手中红丝。这可是蜀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认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继续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晋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阿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护住你的蜀红丝。阿爷，云云不怕，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蜀红丝的颜色呀！啊，拿着。阿爷，我不怕。阿爷，我不怕。我一定会染出蜀红丝。这是前几日新出的蜀红。是二郎君。谁让你们换的？是夫人。夫人说将所有红丝换成蜀红丝，可要将丝换回？不必了，
君倒真是从善如流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又何必优柔寡断？夫君放心，今年的景王一定是赵家。今夜会不会醒我？素饭江水，好为儿媳，乌梅姑色，乃为属。对的呀。阿兄，还是不成吗？早知道小时候我就跟阿爷学仔细点儿。或许是时间与温度上有所差异。虽然这些年我未能染红，但是我从未放弃钻研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可能还是染料不对。难道是阿爷忘记告诉你了？有人能染出相近的曙红，那说明大抵他们也是有曙红秘方的。或许阿爷早就料到曙红秘方会被泄露，但那会儿我还小，他并不是忘记告诉我。是不能告诉我。阿爷会对别人保留，但绝不会对我们保留。他从不撒谎，他一定是把完整的秘方告诉我们了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。红花茎叶蒿灰喜黄，素泛江水。红花茎叶蒿灰喜黄，素泛江水。蒿灰二喜，乌梅固色，乃为属红。记住啊，你刚才背的，他都听见了。日后你要是想不起来的时候，就记得问问他。记住了吗？解开它。厉害！愿为东南之低举弗洛伊，这是何意？这是前年去世的诗，永陵里冻霜海石榴，相传是因思念女儿而作。这首诗的意思是：我要化作石榴树上的东南枝，低垂枝叶，拂过你的绣花衣裙。这诗并不盛行，是阿爷特地教过我的，就在他送你这个荷包后不久。他把荷包留给我，诗交给你，只有我们一起才能明白他的意思。愿为东南枝，低举弗洛伊。南枝石榴，石榴。我小时候在染坊见过石榴，我还偷偷尝过，那是阿爷从山上采回来的，但是它酸得要命，我都要扔了。阿爷说不能扔，有用的，那是醋石榴。阿爷没有骗我，他真的帮我想起来了。阿爷没有骗我，阿兄，我们想起来了。阿兄，阿爷没有骗我。阿兄，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蜀红丝是我们季家染出来的。好。
你不是在家染丝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缺一位染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和几位酒肉朋友，杨警官，我们几个在这儿。你们认识？认识啊，这不用说了，让我来猜猜，这位可是三道堰的季娘子？真是三道堰的季娘子。那就对了，原来是季娘子。季娘子，久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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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季娘子在某人的信中，那可是文君念两坛。两坛可不够喝。季娘子，你可有所不知，我们认识这么些年，从未见她3坛。3坛。季娘子，既然你是杨警官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的朋友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们义不容辞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这句话还像句人话，不过不用了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！哎。杨警官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解释吗？是的。老头儿，我又来看你来了啊，可别说我不孝顺你。你好好看看啊，这次给你带的都是你喜欢的，烤全鸡、太白鸭，还有这个你最喜欢的豆腐羹，这可是你徒弟亲手做的。啊，对了，也有您2位警官的份儿啊。不知道您2位是像我师父一样被人给害了，还是与虎谋皮反被虎吃了？师傅，你放心吧。不管这益州城的水有多深，藏有多少危险，我都要亲自趟一趟。你呢？如果在天上看着我，就保佑我在这青城山上能找到线索，早日为你伸冤报仇啊！主任，前面就是益州城了。
来的？哎呀，魏九爷，衙爷不是有包间吗？你来这儿多屈尊呐！也就愿意跟你们在一块，不行吗？行不行？我在这儿。哎呀，不是，这真能行。今日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恐怕大家都要在牢里相见了。你虽然爱胡闹，但你是个善良仗义的朋友。今日我是真心说的。真的吗？片儿，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。片儿，你真好。爷决定了，也要做你的英雄。义州府10月9，斗锦会，锦王出，斗锦盛会正式开场，首请上届锦王杨家斩锦出场。杨家杨敬山献锦，国色天香。我杨家承继织锦之业100年。族中长幼皆以创制新锦为念。今年所织锦画图案样式还在其次，最重要的是牡丹花开10色，各有不同。这杨家锦果然别出心裁。新锦如何？花开10色又如何？今年的锦王只会是赵家。不错，有5年的福气在，二郎自不会有事。别等了，季娘子守在家中，良久未出阁，许是已经筹备嫁人了。阿翁，孙儿先去准备了。二郎，你阿爷为你今日之事准备良久。积劳成疾，不能亲来，但他一直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。你可一定不要让他失望啊！去吧。季娘子还没来，山上的事情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那为了以防万一，朱哥，你再帮我去找个人，过来。终于找到他们老巢了。这孩子
得是杨家哈，这牡丹跟活了一样。那邹家的也不错呀，那孔雀也跟活了似的，我都怕它飞出来。斗锦斗的是锦，又不是斗谁织的像活嘞。我看于家那副锦就不错，稳重啊。你于家的有些老气了吧？哎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，请大家赏锦。不过如此嘛。这锦我看着还行，是，我看一般。杨警官，杨家的国色天香，雍容华贵，技法高超，但赵家的利益第一，配色那更是巧夺天工，所以我们一时无法做出抉择。依您看，是啊，这两家的锦真是各有千秋。依我看，这天色尚早，既然难以决断的话，那就再看看，再想想，再斟酌斟酌。杨警官是在等谁啊？既然胜负已经分晓，那麻烦您宣布结果吧。结果出了吗？出了。此次斗锦大赛的魁首是赵家。大家快看，大风筝！啊，那你看这个风筝的颜色，难道是蜀红丝？没错，这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不是说这家早也染不出蜀红丝了吗？静英，你这蜀红风筝从何而来啊？昨日染不出，不代表今日染不出；旁人染不出，不代表我季莺莺染不出。季家季莺莺，宋锦凤还朝。